近期北京遭遇持续暴雨袭击，多座水库在缺乏充分预警的情况下同时泄洪，导致密云、平谷、怀柔等多个地区的村镇受灾惨重。洪水过后，整个灾区更是显得满目疮痍。这不是自然灾害，这是水库泄洪所导致。为什么就不能提前泄洪呢？如果提前几天，每一天都少量的泄洪，是不是就不会导致现在这样？是为什么呢？是有别人在中间能获取利润吗？房子、大棚已经淹没了，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有村民愤怒控诉道：泄洪毫无通告，洪水就这样如同猛兽般倾泻而下，最终导致死伤惨重，村庄被吞没，许多村民至今还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。随着灾区交通与通讯的逐步恢复，更多触目惊心的灾情逐渐被曝光出来。有大量灾民揭露，官方不仅没有积极组织救援，反而封锁信息，打压一切有关于此次灾情的声音，真实死亡数据更是被刻意隐瞒，民众几乎完全依靠自救。到底是多少县的中公在以南？山区那肯定是泥石流啊，还有洪水呀，那个惨状啊，中共根本就没有救援，就靠人家自救。你跑得出来就跑出来了，跑不出来你就困在那个洪水中了。许多村落在洪水中几乎被夷为平地，原本熟悉的家园成了废墟。谁能告诉我屋在哪里？我要回家，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太坎坷了，唉。脚下地势崎岖不平，残砖碎瓦混杂着泥泞和巨石，山体松动，随时可能引发次生泥石流。这是安州坝村的北边这一片树林子里面，沿着河边走，现在这边全都冲毁了。现在情况就看里面有没有人，然后查疑似的车辆的车主身份，然后开始上报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。而真正将无数村镇推入绝境的，并非单纯的暴雨，而是在毫无预警的深夜，多座水库集体泄洪引发的灾难性洪水。特别是在密云、平谷、怀柔等山区，多地水库突然开闸泄洪，既无预警，也无组织转移，主流媒体更是只字不提。洪水夹杂着泥石流从山中倾泻而下，一夜之间，村庄被彻底吞噬。许多村民至今记得那场噩梦，雨不停地下，山洪一波接一波冲下来，短短几十分钟，整个村子仿佛被黑夜中张开的巨口吞没。在怀柔山区，一位老人站在被冲毁的房基前，泣不成声。他的家连根拔起，亲人下落不明。空荡荡的村庄里，只剩断垣残壁和被洪水卷走的生活痕迹。家都没了，家都没了。就是现在住在一个朋友家。这冲水的时候，那您是房顶房子你看很牛的。水当时淹到你哪儿了？也是到胸口啊。当时早上6点多一点，我就听见哗啦哗啦响，我以为我儿子尿床了，我就瞅着门缝子就快往我流黄汤。水都是从这儿来的，来了之后就进屋，把屋里东西门已经窗户全冲开了，所有东西都冲出去了。你看屋里的水位线没有？水位线能达到1.4米。这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，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。大量村民强烈控诉，根本没人通知密云水库要开闸泄洪。洪水袭来时，大多数人还在家中休息，根本来不及逃生，更谈不上有序撤离了。我们现在幸运的就是我逃出去了。大姐，想问一下，你们家这个是有电有水，还是也是没电没水啊？没电没水。哦，没电没水，这还能有电有水吗？这就没有啥不损失了。你想，你就看我这，我现在连衣服穿都没有。我光脚出去的，他这把我救出去，我光脚穿了一条秋裤，因为早晨刚起床，我刚起床，他先急回来，他去遛弯就没回来，就10来分钟的时间都不容我往出跑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灾难发生后，官方救援迟迟未至，许多村庄连续数日看不到任何救援力量的身影。倒塌的房屋下，有人呼救，却无人回应，失联亲属的家人只能靠一把铁锹、一支手电，在废墟中苦苦寻找希望。与此同时，灾区通讯中断，交通阻断，信息被全面封锁。拍下灾情上传社交平台的村民被迫删视频，被警告删帖，
真实的死亡人数被严格控制，媒体发布的只有模糊数据和不痛不痒的正能量通报。在此情形下，民间志愿者成为唯一希望。大量村民依靠自己或邻村亲友救援，抢出老人、孩子。没事哦，牛都没事没事。别好重啊，都是的。慢点，身上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有果子了，慢点。有果子了。那就没停。上来。上来。没事没事。啊。妈来吧妈。要看哪？来吧。妈来吧。妈走吧。妈走吧。为啥？妈不怕，你不怕，咱前面了。来，加油！来，帮我们注意一下，帮我们注意一下，哎，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，哎，注意一下，是吧？学这回又不好好别弄了。来，快去，首先你这边等着啊，你这边等着啊，把学别弄，不用怕倒。洪水退后，现场如同经历了一场战争，道路尽毁，电力中断，尸体掩埋在泥浆与瓦砾之下，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和死亡的气息。啊，等一下，对，哎呀，衣服男性，男的，啊，是的，来，过来确认一下，几对了？是，还没听懂，你继续走。在密云的一处村庄，整条街道被洪水削平，只剩下歪斜的电线杆与残破的家具。许多家庭的3代人同时失踪，至今仍无音讯。进到村里以后，是没有电，也没有网络啊，可以看到这个电线杆子呀，全都倒塌，电线散落一地。沿着通往村口的路往前看，景象让人心里一沉。原本平整的水泥路被冲得一节节断开，断层处还裸露了新鲜的泥土，清晰地留着水流肆虐过的痕迹。看到那个绿颜色那车吗？那会儿这车都看不着，全是水。就这个房上就救出了十多个，开着冲锋艇我们从这儿下去。你说那会儿水得多深？那小铲车跟这个红色的这车，还有这绿色的农用车，你都看不见，那会儿就全是水。有的房子底部已被冲刷得破损不堪，墙体和地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。粗壮的大树被连根拔起，树皮和树叶早已被冲得不见踪影。看这个井了吗？这以前应该是地面与地面高度持平的，现在被水冲的，已经都整体都冲刷出来了。进村之后，眼前的景象更让人揪心。路旁的护栏早已被冲得支离破碎，地面上时不时还能看到塌陷的坑洼。经常打坑了，村民全都走出来了，可以配一段转移了。哎，慢点走啊！就是家里人堵死了，大哥。往村里走的路上，遇到一处正在抢险的路段，一辆渣土车正在向路面的大坑倾倒渣土，挖掘机在用铲臂压实凹陷的路面，车轮碾过新填的渣土，能感到轻微的颠簸。越往村里走，路就越发难行，路面被冲得拱了起来，像硬生生顶起的脊梁，高低不平地横在眼前。脚下的路被大大小小的石头铺满，棱角尖锐，稍不留神就可能被绊倒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在石头堆里挪，费了十足的力气。通往村子的路上，整个都是泥土混着大石头，从山上流下来的，这就是泥石流啊！亲眼见到以后，你看看多么的厉害呀！把路都冲下来了，整个冲垮，全部断掉。通往家门口的路上更是惨不忍睹，碎石与泥浆混在一块，感觉像劫后余生的荒凉。路面像地壳发生了变化，一块又一块的凸起，找不到一块平整的地方，可见当时的洪水破坏力有多大。以前的垃圾盆也都塌了，桥栏杆也给冲垮了。走在这片狼藉的土地上，看着这些被洪流撕碎的路面，才真正懂得了劫后余生这4个字的分量。当地民众孙女士披露，不仅是养老院，有孤儿院也被全冲了，那边还有好几个孤儿院，养老院能爆出来的，为什么没有把孤儿院也爆出来？那是因为他们的内部言论都不允许说出来。
还有密云那边有很多的民宿，以及做养殖和做生意的人，基本上就全都被淹了。我们民宿4号院，也是我们晚上住的地方，就在这个房顶上，我们5个人坐了一夜。你们看一下水位线有多高，当时的恐惧真的是，唉。当时在这个车上边架了把凳子和边上那个简易楼梯，然后从这个窗户上边看还有被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7月28日晚上对华北洪灾作出指示时提到，强降雨导致北京等周边地区重大人员伤亡。中共总理李强还强调称，北京密云洪灾有重大人员伤亡。但北京市主政官员在2人提及到重大伤亡后，于7月29号早上，官方才向全国公布全市共有30人死于洪灾，这与以往惯例不同。迫于舆论压力，而到了7月30日，北京官方才公布养老院的死亡人数，整个公布时间整整推迟了2天。对于这个数据，很多民众并不买账。当地民众声称，对于官方公布的死亡数据，不但我不相信，估计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。因为在当年郑州发生特大洪灾的时候，官方也只公布死了几个人而已，实际上真正的死亡人数远远超出官方公布的人数。北京市怀柔区孙湖沟村的村民说道，他们村里4个人被洪水冲走，现在还有超过300人处于失联状态。在距离北京密云区10公里的兴隆县也是重灾区之一，不少村庄都被泥石流吞没，房屋夷为平地。当地村民继续说道，水库持续泄洪，淹没沿岸许多村庄，大批的村民都被洪水冲走，灾情相当惨烈。村民孙女士回忆了那惊魂一刻，我家3栋房子眨眼间就塌了2栋，家禽牲畜瞬间被砸死。我和母亲从后窗跳出，逃到山上的石洞躲了10个小时。我穿着睡衣、拖鞋，浑身是泥，全身冷得发抖，吃了一些野菜充饥。当地信号塔早已被洪水冲垮，所以当时根本就联系不到外界，整个村庄处于失联状态。水坝泄洪之前，村干部未做任何提前通知，导致灾民措手不及。除此之外，杨家台、朱家沟、北坎子、南坎子等多个村庄也都被冲了，村民是一堆堆的被山洪冲走的，死亡的人数比官方报道的多得多。不止这些，还有别的村庄，全算上100人也有了。另外，北京一位市民在朋友圈中说道，北京密云区东北部靠近河北省兴隆县边界的黄岩口村，那里有一座黄岩口大坝，并且还年久失修了，政府早就应该把村民往北庄转移，但却没有这样做，所以水库附近的房屋都被冲毁了，人全部都失联了。是清淤工作，按河道里还有车，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原来这都是进村的好路。当时在这个车上边架了把凳子和边上那个简易楼梯，然后从这个窗户上边看还有被子。这都是我们游客的车，已经冲过来有200多米了。死了多少人？中共每次都在隐瞒、谎报数据，因为官方肯定是报喜不报忧。而且北京这场洪灾，一些相关的影片全部被封杀，在墙内的网络上根本就看不见，什么都直接给你抹掉。民众一发布相关影片，就会因谈论敏感事件而被强制下架。按照中共一直以来的作风，官方对于这种天灾人祸的死亡数据，什么时间公布多少，主要考虑的仍然是政权维稳以及内部博弈，最终根据内部妥协的结果，可能会抛出一些官员背锅。已经指示了，一定要保银行。密云水库的水位一直在上涨，还一直在泄洪，潮汾白河的水已经过满了，流速非常快，晚上泄洪量比较大。洪灾爆发后，中共声称已第一时间组织受灾民众撤离，结果政府工作人员先撤离了，仅剩下2个临时找来的民众来冒充工作人员，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。到现在撤离的社区1个人还没有呢，有2工作人员临时的，给人多少钱工资不知道，但是国家拨款拨了这个工作人员多少钱，是不是又作假？因洪水冲刷，一些山体松动，随时可能引发2次泥石流，但现场既无清理也无监管，灾后重建遥遥无期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官方通报中几乎绝口不提泄洪，一切都被归咎于极端天气自然灾害，却避而不谈密云水库泄洪这件事情。瞅瞅，这就是水库放的水，现在这还有一辆公交车还没有救援出去。为何没有通知就开闸泄洪？为何明知下游有村民却不组织转移疏散？当初修建这些水库是为了保障首都安全，
如今灾难来临，中共却毫不犹豫地做出保城市、弃乡村的冷酷决策。山区成为泄洪弃子，成千上万村民的家园成了京城排洪系统的代价。多大岁数了？啊，多大年纪了？我74了，飘着，这个船飘起来的，那不了，你看这风吹的不了，那个要睡不成了，是吧？到这个让们睡不了。当时雨下的很大吗？还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？一会儿大一会儿小。对，我住这40年了。40年没见过，包括老一辈也没见过。我爸70多了都没见过。没见过。这全是你们家的，全是我们家弄出来的东西，这全是。进入东庄村，房屋和路面都损毁得太厉害了，淹没的面积也大很多，房子都是去年新翻盖的，路面也是今年刚刚铺好的。结果一场洪水全没了，临街和地势低一些的房子几乎全泡了，老一些的房子也被直接冲塌。越往里走，所见到的场景就越令人触目惊心，房子倒塌的数量如此之多，破坏力如此之大，此刻我心里特别的难受，今年全都没了。沿途中随处可见的全是应急救援车辆，大家看一下救援队员啊，真的特别辛苦，只能席地而坐，只能躺在地下休息。感谢。今天的密云、怀柔和平谷早已不再是那个山水宁静的京郊，而是一片失声的灾区。无数家庭一夜之间失去一切，却连讨一个说法的权利都被剥夺。这是这个海呀，还有该看见了，超过我了，看了没？这是那个海呀，那水位线超过我了，这是那水位线在这里。好了是吧？哎，水都冲过去了。这是这个泡里都不能用了，这电视都不能用了。这能开不开门来？这电视在这挡的，这都翻了。翻了床。这都翻了，这都泡了，这水位线都泡了。菜，用这个面，看这面，现在没有了。这面。哦，这是厨房。现在没有了。面，这对面泡的那水位线，你看都这么高。你用这铲车也把它端到大队上。这是真实情况。你看那个汽车还得那话呢，硬把那汽车都冲到那话。这场灾难赤裸地揭示了两个冷酷的现实：第一，中共根本不把普通民众的生命当回事，村民的命竟然不值一个水库的安全法；第二，在信息极度控制的体制下，最大的灾难不只是洪水，而是沉默。天灾固然无情，但真正令人愤怒的是人祸。如果一个政权在灾难中无法保障最基本的生命安全，甚至还试图掩盖真相、控制舆论，那无疑是对人民尊严的双重践踏。那您当时在哪儿呢？屋里房檐站着呢，站房檐上呢，站了4个小时呢。这应该都是水冲的吧？这次北京洪灾不只是一次自然事件，它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体制的冷漠，暴露了治理的空洞。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不断记录，不断揭示真相，让那些被湮灭的声音、被洪水吞噬的生命不被遗忘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人该为真相发声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转发这支影片。你的一次转发，可能就是另一个人醒来的开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